你知道曾经生活在地球上体型最大的恐龙有多大吗？你以为霸王龙在当时真的可以统治地球吗？你知道吗？至今为止，人们已知的恐龙种类就已经超过了上百种。在这多达几百种恐龙中，有食草的，有食肉的，也有杂食性的。不同种类的恐龙特征也会明显不同。吃草的多数都是4条腿，而吃肉的2条腿居多，种类繁多。人们为了方便记录，便把这些不同种类的恐龙分为6大类群。在所有不同种类的恐龙中，它们的体型从几十厘米到几十米不等，有大有小。第一个犀角类恐龙是人类目前发现的由于人们只能通过零散的化石去了解它们，所以它们的具体大小与体重误差幅度通常会很高，因此人们只能通过骨骼长度大致估计出它们的大小。今天这期视频，黑头就结合以上的7大类群，大致找到了曾经世界上体型最大的10种恐龙，带各位领导再次回到过去，认识一下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那些霸主。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10位的就是巨兽龙。巨兽龙也叫南方巨兽龙，人们第一次发现这个大家伙的骨骼化石是在1993年，当时是由一个业余的化石猎人在阿根廷当地的一个沙漠找到的，后来通过古生物学家对其骨骼进行重组复原，最终使得巨兽龙的标本保留了将近70%的骨骼。这副骨骼也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完整的标本。之后人们通过分析了解到，巨兽龙是一种生存在距今约1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的大型食肉恐龙，它们的体长约在14米左右，体重约为11吨左右。这种恐龙应该是靠捕食其他恐龙为食，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那满嘴匕首般的利牙。这个家伙在当时应该有着很可怕的咬合力以及非常快的撕咬速度。虽然在当时巨兽龙并不是最强大的恐龙，但它和暴龙以及沙齿龙是白垩纪最强的3种食肉恐龙。对了，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体型，巨兽龙通常被认为是最大的兽脚亚目恐龙之一，然而由于其残骸不完整，因此它的确切体型大小人们很难估计，最终导致它与霸王龙究竟谁的体型更大，至今仍是一个备受争论的话题。有的说霸王龙更大，也有人认为巨兽龙更大。好，第9个棘龙。棘龙是人类已知所有陆生食肉动物中体型最大的，它的体长可达15米，体重约为10吨。棘龙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背部长有吊桥状的背脊，它们与巨兽龙一样，大约生活在1亿多年前的白垩纪，其分布范围就在现在的非洲北部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撒哈拉沙漠北部。在当时，这里植被茂密，食物充足，还不是一片荒漠。古生物学家通过对棘龙的骨骼研究发现，它们可能存在一定的水性，也就是说，它们很有可能与鳄鱼或者河马这样的动物一样，可以在陆地上活动，也可以在水中活动。因为从它的身体构造，尤其是头骨和牙齿，它们的上下颌又长又窄，这种特征可以使得它们非常适合捕杀鱼类，再加上巨大的体型，它们也可以捕杀陆生动物。由此人们猜测，这个大家伙很有可能水陆通吃，在当时绝对是一个非常拔尖的捕食者。好，第8个腕龙。腕龙是地球上曾经出现过最大和最重的恐龙之一，它们大约生活在1.5亿年前的晚侏罗纪时期的北美洲。在目前人类已经发现的所有完整骨架的恐龙化石中，腕龙是最高的，它们站立时的身高可达15米，身长约为26米，但是它的脖子就长达6米，整个看上去简直就像一栋大楼那么高大。腕龙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长脖子与前腿，腕龙的前腿要比它们的后腿更长更粗壮，乍一看上去就很像现在的长颈鹿。据人们通过研究腕龙的粪便化石发现，这个家伙每天可能需要吃掉大约1吨的食物来维持它们庞大的身体生长以及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它们的食量几乎是亚洲象的10倍。当然吃得多，排泄物自然也多。据估计，这个家伙一次向外排泄的粪便就有1米多高，并且这个大家伙还属于群居动物，每天都会成群结队的在大地上晃悠，寻找新鲜的树木。腕龙群所到之处，大地震颤，烟尘滚滚。对了，还有就是腕龙属于食草动物，它们虽然体型巨大，但是性情温和，并不像霸王龙那样喜欢攻击其他的动物。好，第7个南极龙。这里的南极并不是指南极大陆，南极龙的这个名字在古希腊文中并不是表示南极洲，而是指北方的相反。简单点说，就是意思比较相近，但是代表的地方不一样。这里提一下，还有就是恐龙的这个名字只是我们中国人的叫法，刚开始国外的一些古生物学家把这些远古生物称为恐怖的蜥蜴，而我们就将其简化翻译过来后就变成了恐龙。好，南极龙生活在白垩纪晚期，当时它们的活动区域位于现在的南美洲。
它们是一种大型的四足草食性恐龙。据人们估计，南极龙的体长大约在30米左右。但是由于南极龙并没有一个完整的骨骼，因此它的具体大小很难推断。人们估计的大小通常差距会很大，科学家们只能通过一些零散的骨骼去大致估计出它的整体大小。好，第6个，梁龙。梁龙其实也就是地震龙，之所以会有地震龙这个名字，是由于其巨大的体型，走起路来可以使得大地震动，因此才被称为地震龙。梁龙曾经生活在大约1.5亿年前的侏罗纪晚期的北美洲西部，它们的体长全长可以超过30米，体重约为10吨。这个家伙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长。梁龙虽然体长比腕龙长，但是体重却没有腕龙重，这主要就是梁龙的身体长度主要都集中在头部与尾巴。但是它的脖子就长达7米多，尾巴最长可达14米，这就会显得它们的身体瘦小，只有10几吨重。科学家估计，梁龙之所以会拥有这么长的尾巴，可能是为了抵御敌害。在面对其他掠食者的时候，梁龙可以利用它的长尾巴当做鞭子一类的武器来发起攻击。还有就是梁龙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们的鼻子长在眼睛上面。当然，不只是梁龙，上面提到的腕龙的鼻孔也是长在头顶上的。虽然两者看上去比较相似，但是如果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明显的不同。梁龙的后腿比前腿长，而腕龙的前腿要比后腿长。对了，还有梁龙这个大家伙也是草食性动物，以植物为食。好，第5个，波塞冬龙。它可能是人类已知最高的恐龙。由于没有找到波塞冬龙的完整骨骼，因此还不能将其定义为最高的恐龙。不过人们通过骨骼分析，它们很有可能是最高的恐龙。波塞冬龙也被称为海神龙，它的外表与腕龙很像，但是通常要比腕龙更大。波塞冬龙的体长大约可以达到34米，体重约为60吨左右，身高可能会达到17米，大约是6层楼那么高。但是它们脖子上的一节颈椎就有1.5米长，脖子的长度可以达到12米左右，体型那家伙相当大。他们当时的活动区域就是现在的墨西哥湾的海岸。早期这里植被茂密，有足够的食物供波塞冬龙使用。在当时几乎没有其他恐龙可以威胁到成年的波塞冬龙。人们第一次发现这个大家伙的化石是在1994年的奥克拉荷马州的一个乡村，由当地的一个训犬师在一个露出的粘土岩中发现。人们在刚发现波塞冬龙这种化石的时候还有些质疑，许多人都认为这种骨骼太大，不太可能是动物的遗骸，一度认为是一些树干。后来经过科学研究，最终才确定这是一种大型的恐龙。好，第4个，超龙。据科学家们估计，超龙是一种体长接近35米长的巨型恐龙。由于人们只发现了一些超龙零散的骨骼化石，因此还不能够确定超龙的体型究竟有多大，只能通过零散的骨骼去大概估计它的体型。当然，科学家认为超龙的体型长达35米，也不是胡乱猜测的，因为从发现的超龙零散的化石中观察到，这个家伙仅仅是一块肩胛骨就长达2.5米，骨盆宽1.8米，肋骨长达3.1米。单从这些巨型骨骼来看，超龙的体型也小不了。还有就是超龙的体重，从这些巨大的骨骼来看，科学家们推测超龙的体重大概到了66吨，甚至有人推测它重达88吨。但是出于陆生动物生存的最大极限，很少有动物可以克服地球上的重力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超龙的体重是66吨，那么它每条腿就必须承受16.5吨的身体重量。如果腿部构造不够坚固，就会被身体重量压碎。然而，出于陆生动物的最大生存极限，科学家们推测超龙的体重很难超过80吨。不过这些都只是猜测，超龙的真实面目究竟是什么样，至今仍是一个谜。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家伙绝对是一个庞然大物。好，第3个，马门溪龙。这是在我们国家的四川省宜宾市马鸣溪渡口发现的。马门溪龙的体型虽然不是恐龙中最大的，但是它的颈部可能是所有恐龙中最长的。马门溪龙的颈部最长可达15米，它的体长全长可达35米。人们首次发现马门溪龙是在1952年，当时金沙江马鸣溪渡口附近正在修筑铁路，修路工人在开凿岩石的时候，发现了许多像骨头一样的石头。后来经过我们国家的古生物学家杨忠建教授研究确认后，发现这是一种人类初次发现的新型恐龙化石，于是他就借当地渡口的名字给恐龙取名马门溪龙。从当时发现的化石中来看，专家们测得这种马门溪龙的体长也仅为22米。后来直到50多年后，也就是2006年，科学家们在新疆的奇台县又发现了新的恐龙化石。最后经过科学家们确认，它与50多年前在四川发现的马门溪龙一样是同一物种。后来经过测量，新疆奇台县发现的马门溪龙化石体长长达35米，在当时这种恐龙一度被称为亚洲第一龙。好，第2个，巴塔哥泰坦龙。巴塔哥泰坦龙曾经被称为泰坦巨龙，也就是说泰坦巨龙与巴塔哥泰坦龙是一个物种。
这个家伙可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恐龙，它的体长约在36米，体重约为57吨左右。之所以说它可能是最大的恐龙，是因为人们发现这个大家伙的骨骼还有继续生长的迹象，也就是说很有可能还有比目前发现的泰坦巨龙更大的个体存在。人们第一次发现这种恐龙是在2008年，当时是由一名农场工人在阿根廷当地的一个沙漠中发现的。巴塔哥泰坦龙与其他犀角类恐龙一样，也是一种四足草食性动物，它们有着长长的脖子和尾巴，生存在距今大约1亿多年前的白垩纪中期。当时它们生存的地方还是森林区域，并不是沙漠。完全成年的巴塔哥泰坦龙在当时几乎没有天敌。对了，还有就是这个家伙的体型在世界上一直存在很多争议。由于这些远古生物的体型都是通过零散的骨骼推算出来的，所以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们的确切体型究竟有多大，以至于在古生物界有很多人认为它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恐龙，当然也有人认为它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证据不足。目前世界上被广泛认可的体型最大的恐龙就是我们的第一名阿根廷龙。好，第一个阿根廷龙。阿根廷龙可能是曾经漫步在地球上最大的大型动物之一，这相当于20多头大象的重量。在所有的恐龙里，能与阿根廷龙分个高低的，也就只有易碎双枪龙了。易碎双枪龙的体长被个别古生物学家估计超过了50米，但是这个数据被很多人认为有夸大的可能性。你知道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狗是什么吗？你见过咬合力比狮子还要高的狗吗？你知道吗？在世界上多达400多种不同品种的狗中，其中有一些猛犬的咬合力甚至都可以碾压一些野兽。众所周知，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犬类一直在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然而有种角色的犬种必须要具备强悍的战斗力以及强大的咬合力才可以胜任，那就是帮助人类狩猎野生动物的犬种。这些犬种的战斗力其实并不亚于一些野生动物，尤其是它们的咬合力更是大得可怕。我们大多数人心里对猛犬的定义无非就是体型和凶猛程度，然而绝大多数人都忽略掉了它们的咬合力。今天这期视频，黑兔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10种猛犬，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这些野兽级猛犬。大家好，我是黑兔，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兔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10位的就是罗威纳犬，这是一种原产于德国的一种中大型犬。罗威纳的肩高接近70厘米，体重可达100斤以上。这种狗如果不经过适当的训练，它们其实是属于一种非常危险的品种，尤其是对陌生人。你知道吗？罗威纳的咬合力高达290多斤，它们几乎是我们人类咬合力的2倍。这个家伙不仅咬合力强，而且攻击性也极强，撕扯起来非常凶猛。在很久之前，这个家伙曾与罗马军团一起在阿尔卑斯山上行军，主要工作就是保护人类，并且帮助驱赶牛群。在之后的第1和第2次世界大战中，罗威纳也在军队中担任着各种角色。当时的人们之所以会选择罗威纳进入军队，主要就是得益于这种犬自身携带的护卫才能以及高超的战斗力。这种狗最让人喜欢的地方就在于它们对主人绝对忠诚。它们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护卫犬，在某些时候，它们甚至可以保护主人的生命以及财产安全。在中世纪时，一些有钱的富豪老板为了避免钱财被盗，便会直接将钱袋子挂在罗威纳的脖子上，以此来避免偷盗者行窃。好，第9个，阿根廷杜高。阿根廷杜高也叫阿根廷獒犬，这种狗最初是人类为了狩猎美洲狮以及野猪特意培育而成的猎犬。它们最具代表性的一面就是追捕猎物。要知道，在以前，杜高犬经常面对的猎物可不是一些兔子或者小型猎物，它们帮助人类狩猎的可是凶猛的美洲狮以及攻击性极强的野猪。由此可见，杜高犬绝对算得上是一种相当凶猛且强悍的猛犬。这个家伙浑身充满肌肉，它们的咬合力高达450斤，这足以给一些较小的野生动物产生致命的咬伤。由于其强悍的咬合力以及攻击性，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杜高犬都被列为禁犬，禁止饲养。主要原因就是出于这种狗对人类的威胁。要知道，一个成年的杜高犬肩高可以达到68厘米，它们浑身充满肌肉，并且具备强悍的狩猎手段。一旦向人类发起攻击，大部分人是根本招架不住这种猛犬的，轻者被它咬伤，重者甚至有可能丧命。因此，人们只能将其列为禁养犬种。这家伙相当凶猛。好，第8个，加纳利犬。这种狗单从外表来看就足以彰显出它的凶猛程度。没错，与它的外表一样，加纳利犬是一种相当凶猛的猛犬。多年来，这种狗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被评为伤人致死最多的犬种之一。这个家伙同杜高犬一样，也被列到了很多地方的禁养犬种名单中。加纳利犬是一种原产于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一种中大型猛犬，它们的体型不算太大，肩高在65厘米左右，体重可达100斤以上，
这种狗至今为止在世界上一些地方仍被当作斗犬参加各种竞技活动。要知道，任何一种斗犬都必须具备强大的咬合力以及强悍的战斗力，而加纳利犬曾经作为其中的一份子，它的综合实力自然不容小视。这家伙的咬合力可达480多斤，这种体型和力量对于人类的儿童来说几乎是毁灭性的。对了，还有就是这个家伙的性格，他们的兴奋度很高，特别容易激动，脾气比较暴躁。如果在大街上遇到他们，一定要与他们保持安全的距离，以免遭到攻击。好，第7个，英国獒犬。这是一种体型非常大的犬种，英国獒的肩高可达75厘米，体重最重可达250斤，甚至更多。这个家伙体型庞大，头骨宽阔，外表看上去相当凶猛。这种狗在公元前55年曾被罗马军队用在战场上作战，后来到了17世纪，这种狗则被用作狩猎熊、狼以及斗犬。从英国獒犬的历史演变中不难看出，它们一直在充当着一种好勇斗狠的凶猛角色。英国獒的咬合力接近500斤，非常强悍。即便忽略掉它的咬合力，这个家伙高达200多斤的体重向我们扑过来，大多数人也会很吃力。因此，如果英国獒想要攻击或者杀死一个成年人，他们是完全有这个实力的。不过，这种大型犬一般情况下并不会主动袭击人类。它们虽然看上去比较凶悍可怕，但实际上这个大家伙的性格还是比较温和的。不过，这仅限于他们的主人和家人，如果换成陌生人的话，就不一定了。好，第6个，藏獒。你能想象一下，如果被真正纯种的藏獒咬上一口会是什么感觉吗？你知道吗？真正生活在西藏的纯种藏獒，咬合力最高可达500斤。毫不夸张地说，它们如果发起疯来，可以直接将一个成年壮汉咬死。要知道，真正的纯种藏獒体型是非常大的，它们的肩高最高可达80厘米以上，相当威猛。这个家伙在很久之前是被当地人用来防止雪豹和狼的。至于它们究竟能不能杀死狼，答案是有可能的。不过前提是要取决于在什么情况下。如果藏獒从小就跟随主人在野外活动，从事过狩猎或者捕猎的本领，那么它是有可能杀死狼的。反之，如果是经常圈养在家里的情况下，就不一定了。因为狼这种动物天生就是掠食者，它们经常会为了生存而杀戮，天生就是为狩猎和战斗而生的。而藏獒即便拥有再强的咬合力以及体型，它们毕竟是被人类驯养的。真要想跟狼硬碰硬，胜算其实并不算太大。不过藏獒仍有机会战胜狼，因为这个家伙除了体型与咬合力，它们还是一种性格相当凶猛的猛犬。粗俗点说，就是这个家伙胆子大，性格刚毅，力大勇猛，并且野性尚存。如果是一些体型较小的郊狼或者草原狼，藏獒是完全有能力将其干掉的。当然，如果换成北美灰狼的话，那就够呛了。好，第5个，土佐犬。这是一种相当凶狠的斗犬，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它被誉为东方第一斗犬。土佐犬是日本的打斗犬种，这种狗肌肉发达，身体粗壮，它们的体型差异很大。在日本饲养的土佐犬往往体型都偏小，然而非日本的饲养员饲养的土佐犬体型则会偏大。这种狗的肩高最高可达80厘米，体重可达130斤以上。这种狗是一种极少数不爱吼叫的狗，它们通常都很安静，即便打算发起攻击，一般也不会吼叫。这也是土佐犬最可怕的一点，它们会毫无征兆地向对方发起袭击，让对方毫无防备的就受到重创。由于这种狗特殊的性情，在日本他们还把土佐犬的这种性格列为精神的象征。对了，还有就是作为斗犬，这种狗的下颚力量很大，颚部肌肉发达，十分有力，它们的咬合力高达500斤，它的凶猛程度更是毋庸置疑。在很久以前，土佐犬甚至出现过咬死自己主人的事件发生，一般很少有普通人选择饲养这种狗。在日本，一般饲养这种狗的人多数都是日本的黑社会成员或者商业大亨。好，第4个，波尔多獒犬。这是一种原产于法国的一种獒犬，这种狗非常强壮，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头部很大，它们的头可能是所有犬类中最大的。这个家伙的肩高可达69厘米，体重可达120斤以上。在之前，它们也是被用来帮助人们狩猎野猪和狼的。巨大的头部是波尔多獒犬最明显的特征，这个大头赋予了它们高达504斤的咬合力。它们的性情与大多数的獒犬一样，凶猛且非常固执。如果从小不加以训练，长大以后它们很有可能会变成一种极具攻击性的恶犬。还有就是这个家伙是一种比较懒惰的品种，典型的特征就是不爱运动，睡觉打呼噜，并且还会流口水，每天的状态会很悠闲，并不像其他品种的狗一样喜欢追逐打闹，活蹦乱跳。再有就是这个家伙的寿命，它是大多数犬类中寿命较短的一类。波尔多獒犬的平均寿命通常也就在5到6年，非常短暂。好，第3个，意大利卡斯罗，它被誉为世界上狗咬伤最严重的品种之一。卡斯罗的咬合力高达630斤，这意味着它们几乎比一般的狮子的咬合力还要高。
这种狗绝对不亚于一些野兽级别的动物。卡斯罗性情勇猛，并且韧性十足，他们在发起攻击的时候，往往都是相当可怕的。这家伙一旦开打，就是血战到底，直到彻底战胜对方，或者被对方攻击致死才肯罢休，也就是不死不休，非常可怕。不过他们通常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向人类发起攻击，这种狗对主人非常忠诚，只有在卡斯罗察觉到它的主人受到威胁时，它们才会毫不犹豫地向威胁到它主人的人发起攻击。这种狗的肩高可达70厘米，体重可达100斤以上。要知道，这个家伙在很久以前都是被人们用来狩猎大型猎物的，所以它的战斗力毋庸置疑，那家伙绝对相当强悍。如果遇到身边有卡斯罗的人，一定要与他们保持安全的距离。还有就是千万不要去尝试挑衅它的主人，因为一旦遭到卡斯罗的袭击，它那高达630斤的咬合力很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致命的伤害，相当可怕。好，第二个，班道格犬，它与土佐犬一样，是一种不喜欢吼叫的犬种。这个家伙天生携带斗性，因为它是1960年美国人用一半比特犬和一半纽布里顿犬的血统创造而成的。这两种狗的性情一个比一个凶猛，所以导致班道格犬自然也不是一个善类。这个家伙从来不会通过吼叫去震慑敌人，他们通常都是毫无征兆的发起攻击，一口咬上去，咬合力最高可达660斤，非常强悍。养这种狗的人必须要拥有极强的震慑力以及强壮的身体，要让这种狗感觉到主人比自己凶猛得多，必须要有一个极具威慑力的主人来掌控它们，因为这个家伙经常会毫无征兆地袭击其他的犬类，如果主人的身体瘦小，是根本控制不住这个大家伙的。要知道，班道格的肩高可达73厘米，体重接近100斤，它们浑身肌肉发达，四肢粗壮有力，一旦发起疯来，体型瘦小的主人是根本拉扯不住这种猛犬的。好，第一个，坎高犬。没错，坎高犬是所有犬类中咬合力最强的犬种，同样它也是世界上最巨大的犬种之一。坎高犬原产于土耳其，这种狗是土耳其的国宝级动物，在当地它们的地位等同于我们国家的大熊猫，属于1级保护动物。这种狗是世界上出了名的猛犬，纯种的坎高犬身材高大，性格凶猛，看上去相当威猛霸气。它们的肩高可达90厘米以上，体重可达150斤。这个大家伙在当地通常被用于抵御狼和熊，主要被用来保护当地牲畜的安全。对了，还有就是不要搞混了，坎高犬保护牲畜与其他一些牧羊犬的性质可大不相同。确切点说，坎高犬是在保护牲畜不受野生动物的侵害，也就是牲畜的守护者。他们的任务并不是看护牲畜，而是保护牲畜。坎高犬的身上天生就携带着一种强悍的震慑力，它们有不战而退敌之功。一些小偷或者入侵者见到坎高，一般都会望风而逃。在当地，谁的家里如果有一只坎高，那基本上不用担心会丢东西。这个大家伙绝对算得上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护卫犬。对了，还有就是坎高的咬合力，它拥有所有犬种中最强大的咬合力，它们一口下去的压力最高可达674斤，整整比狮子还要多出50多斤。这代表它们可以一口就能咬断我们手上的骨头，相当强悍。不过坎高犬通常并不会随便攻击人类，它们的主要袭击对象都是一些对牲畜构成威胁的掠食性动物，比如豺狼或者一些体型较小的豹子等等，对人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你知道乌龟究竟能活多久吗？你见过世界上体型最大的乌龟吗？俗话说1000年的王八，万年的龟。那么龟鳖类动物真的可以活到上千年吗？你知道吗？龟鳖类动物其实早在大约2亿多年前就已经以目前这种形式生存在地球上了。它们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一种爬行动物。至于它们的寿命究竟能有多长，至今为止人们仍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家伙的寿命，你知道吗？在整个地球上，其实有很多种体型巨大的龟类，至今为止，它们究竟活了多少年，人们其实根本无从得知。我们只能通过一些零散的资料去估计它们的大概年龄，因为想要知道这些大家伙的确切年龄，即便用尽我们一生的时间，都够呛能得出精确的答案。今天这期视频，黑兔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现存的10种体型最大的龟鳖类动物，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巨型龟。大家好，我是黑兔，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兔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10位的就是短吻鳄龟，这是一种分布于北美地区的一种大型凶猛龟类，短吻鳄龟也叫大鳄鱼龟。这个家伙的体型很大，成年短吻鳄龟的龟壳最长可以达到80厘米，体重最大可以超过200斤。它们经常栖息在一些河流、湖泊中，是一种几乎完全肉食性动物。这个家伙几乎会吃掉任何它们可以抓到的猎物，像一些鱼类、蛇以及其他的龟鳖类，甚至是小型鳄鱼，短吻鳄龟都会对其进行猎杀。
这个家伙之所以得名鳄龟，一多半原因是出于它的凶猛程度。短吻鳄龟是所有龟鳖类动物中最凶猛的一种，它们的嘴巴前端的上下颌呈钩状，与一些鹰嘴很像。千万不要小视它这个嘴巴，虽然这个家伙没有牙齿，但是它们的钩状上下颚足以咬断我们的手指头，甚至我们的骨骼。成年的短吻鳄龟在野外除了人类几乎没有天敌，非常凶猛。对了，还有就是这个家伙的寿命，短吻鳄龟12岁左右才会达到成熟。人工饲养的短吻鳄龟的寿命通常也就在20到70年之间，然而纯野生的寿命仍未得知。不过一些动物学家估计，它们可能够活到200岁。好，第9个，黄角龟。黄角龟也叫黄腿象龟，之所以叫黄角龟，主要原因就是在它们的前腿上有一些黄色的鳞片。这个家伙生活在南美洲的亚马逊盆地，在这里，由于它们的移动速度缓慢，无法捕捉其他快速的猎物，在野外，它们只能吃一些树叶、草、落果或者其他动物的一些腐肉。有时候食物短缺，它们甚至会选择食用其他动物的粪便去充饥。不过，通常情况下，它们应该是不缺食物的，因为在亚马逊盆地，全年的气候变化幅度几乎不会很大，常年绿树成荫，有足够的食物供它们享用。在野外，黄角龟的体长最长可以达到94厘米，寿命约在50到60年。这个家伙从8到10岁开始成熟，成年后的黄角龟全年都在交配。然而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通常体型较小的雄性黄角龟更容易得到雌性的青睐。后来人们通过研究发现，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是因为体型较小的雄性移动起来会比其他体型较大的要快，这可以使它们能够快速的与大量雌性相结合，从而传递它们的基因。对了，还有就是这种黄角龟从出生起就会自食其力，因为它们的父母并不会照顾它们长大。由于移动缓慢，几乎没有攻击性，在亚马逊地区，这个家伙面临最大的威胁就是人类。在当地，黄角龟被人类大量捕杀，被运到南美作为美味出售。好，第8个，豹龟。豹龟是世界上第4大陆龟，成年豹龟的体长最长可达1米，不过通常情况下，它们的体长约在70厘米左右，1米长的很罕见。豹龟也叫豹纹陆龟，这个家伙大多数都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它们与猎狗生活在同一区域。豹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身上那些黑色斑点以及条纹，再有就是它们的龟壳通常都比较高，看上去后背像是隆起一样。这个家伙是草食性龟类，在非洲，它们主要是以一些草本植物为食，不过有时候它们也会去啃食一些动物的骨头以及猎狗的粪便。吃这些东西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从中获取自身骨骼发育所必需的钙。还有就是它们之所以会选择使用猎狗的粪便，是因为猎狗这个家伙是一种吃肉不吐骨头的动物，在它们的粪便内会有许多骨骼残渣，豹龟食用起来会更方便。我们都清楚，猎狗是非洲大陆的清道夫，然而豹龟则是非洲大陆的种子传播源。豹龟在吃植物的时候，一些植物种子进到豹龟的肚子里，可以未经消化就通过它的肠道，然而等到排泄出去之后，就可以将种子传播到它的活动区域，使得植物可以扩散生长。对了，还有就是豹龟的寿命可以活到80到100年左右，成年的豹龟在非洲大陆几乎没有天敌。好，第7个，苏卡达陆龟。它是整个非洲大陆体型最大的陆龟，这个家伙的体长可达83厘米，体重约在200斤左右。它们生活在非洲南部的边缘地区，通常都栖息在一些稀树草原、沙漠边缘或一些干燥的大草原等等一些比较炎热干旱的地区。由于天气炎热，缺乏水源，因此使得苏卡达陆龟不得不采取夏眠的方式去维持生存。没错，就是夏眠。很多领导可能都了解动物们冬眠，很少听说过有夏眠这一说，但在这里，夏眠确实存在。在这种干旱的地区，苏卡达陆龟为了躲避高温以及保留住体内的水分，每当到了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它们就会在地下挖掘洞穴去躲避日晒。如果遇到长期干旱的天气时，它们则会钻进自己挖的洞穴中停止活动，等到旱季过去，雨季来临的时候才会出动觅食。对了，还有就是它们的夏眠期间的食物。在野外，苏卡达陆龟挖的洞穴通常都很深，有时候甚至会深达10几米。在这个深度内的土壤相对湿润，夏眠期间，它们会在自己的洞穴周围排泄它们的粪便。如果洞穴周围的土壤保持湿润，像平时吃的一些草和多肉植物的种子，则会随着它们的粪便排到洞穴周围，从而继续生长，以供它们食用。即便在这种极端炎热恶劣的环境下，它们仍能够找到生存的办法，寿命更是可以达到70岁以上，求生手段相当哇塞。好，第6个，玳瑁。确切点说，它应该叫玳瑁海龟，这是一种极度濒危的海龟。它们生活在热带珊瑚礁中，通常都栖息在海下18米左右的深度活动。玳瑁海龟的体长可达1.1米以上，体重可达230斤以上。它们是海洋中一种携带毒素的海龟，不
不过它与其他的剧毒动物不同的是，玳瑁并不会主动向外输出毒液，它们身上的毒主要就是它们身上的肉有毒，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家伙超过50%的食物来源都是以一些海绵以及一些水母和刺胞动物为主，它们吃的这些东西中有很多本身就携带剧毒，这种剧毒对很多动物都是致命的，但玳瑁却不以为然，它们具有很强的抗毒能力和抵抗力，这些剧毒生物它们吃下去并不会导致中毒。由于经常食用这些剧毒生物，渐渐的玳瑁海龟的肉中也就有了相当水平的毒性，这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自身携带毒素，多多少少都能够替自己抵挡一部分掠食者的袭击。还有就是这个家伙几乎没有什么主要的天敌，除了鲨鱼和湾鳄有时候会威胁到它们，大多数海洋生物不会去选择猎杀这个硬菜。再有玳瑁的性情也是异常凶猛的，它们的双颚十分有力，可以轻易的咬碎一些贝壳等等一些坚硬的生物，相当凶猛。好，第5个，亚达伯拉象龟，它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陆龟之一。成年亚达伯拉象龟的平均体长都在1.2米以上，体重可达500斤。它们大部分都生活在塞舌尔的亚达伯拉环礁岛屿上，这座岛受到保护，整座岛就是亚达伯拉象龟的家园。你知道吗？在这里大约生活着10万多只亚达伯拉象龟，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种群，当然也是这座岛屿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之一。这些大家伙每天在岛上的一些开阔的草原上聚集，天气炎热的时候，他们会群体移动到一些阴凉的地方躲避烈日。到了晚上，他们可以毫无防备的想睡就睡，除了自己的同类，几乎没有其他动物干扰他们。对于这些大家伙来说，这里就是天堂，有了舒适的生活环境，就可以安心的研究长寿的秘诀。人们通过研究发现，一些个别的亚达伯拉象龟的寿命可能已经超过了200岁，但这很难证实，因为这个家伙的寿命通常都要比观察他们寿命的人类要长得多，科学家们几乎不可能耗得过他们，所以他们究竟能活多少年，至今我们仍未得知。好，第4个，加拉帕戈斯象龟，它是地球上目前人类已知现存体型最大的陆龟物种。这个家伙的平均体长都在1.2米以上，体重可达700斤以上。它们仅分布于南美洲的加拉帕戈斯群岛。然而，加拉帕戈斯群岛共有14个岛屿，由于每座岛屿上的生态环境都各有差异，所以导致各个岛上的加拉帕戈斯象龟形态不一。因此，人们把这些个大家伙分为14个不同的亚种，总之统称加拉帕戈斯象龟。这个大家伙看上去虽然比较威猛，但其实是一个相当笨重的龟类。加拉帕戈斯象龟一天需要花掉8到9个小时的时间去觅食，大多数都在清晨开始出发，到了傍晚休息。在这期间，它们每小时只能够移动260米，行动非常缓慢。这个家伙是食草动物，它们主要以一些仙人掌、树叶以及一些浆果为主食。由于它们的食物含大量水分，因此它们可以在没有水或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存活超过6个月，甚至长达1年的时间不进食。对了，还有就是它们的寿命，据人们估计可达200岁，具体的同上面一样，无从得知。好，第3个，绿海龟，它是海龟中体型最大的硬壳海龟之一。这个家伙的体长可达1.5米，体重最重可达600斤以上。它们遍布全世界的热带和亚热带海洋。绿海龟与大多数的海龟一样，属于杂食性动物。幼年的绿海龟通常是肉食性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成年后的绿海龟渐渐的就会转换成草食性动物。之所以叫绿海龟，是因为这个家伙的生长速度相对较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们缺少营养。由于长期食用海草和藻类为食，身体的脂肪逐渐就会透露出绿色，因此得名绿海龟。对了，还有就是它们的天敌，难以想象，经常杀死这个大家伙的并不是凶猛的鲨鱼，而是一些体型较小的寄生虫。在绿海龟的身上有很多种寄生虫，比如藤壶、水蛭、挑虫和线虫。这些寄生虫会导致绿海龟的肝脏和肠道感染，从而使绿海龟有致命的危险，非常可怕。好，第2个，蜥龟。蜥龟也叫红海龟，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硬壳海龟。成年的红海龟体长可达2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000斤以上。它们与绿海龟一样，分布于世界各地。这个大家伙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开阔的海洋和沿海浅水区，几乎很少上岸。但即便一直隐藏在水下，也无法躲避人类的捕杀，目的就是为了猎取它们身上的肉以及它们产下的蛋。至今为止，世界上很多地方仍有很多人在食用红海龟的肉和蛋，特别是在墨西哥，海龟蛋在这里是一种很普遍的食物，并且很受当地人的喜爱。由于人类对其进行肆无忌惮的捕杀，导致这个遍布世界大部分海域的大家伙最终也被列为易危物种。不过庆幸的是，目前世界上很多地方已经将它们列为受威胁物种，并对其进行保护。好，第1个，棱皮龟。
它是目前人类已知地球上所有龟边目中体型最大的龟类，它的最大体长可达3米，体重可达1吨。它是世界上第3大爬行动物，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龟物种。这个家伙之所以会长这么大，是因为它经常会吃掉大量的水母所导致的。它仅1天的时间就可以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大约70%的食物，食量相当的大。这个家伙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还被称为吃水母机器。棱皮龟最恐怖的地方在于它们的嘴巴。当棱皮龟张开嘴巴，我们就可以看到附在它们食道内壁上的那些又大又锐利的角质皮刺。这些东西单是看上去就会让人头皮发麻。嘴里的这些刺可以帮助它们磨碎食物，从而更容易的让自己消化掉。还有就是这个大家伙虽然看上去比较强悍，但实际上它们在海洋里经常会遇到麻烦，比如大白鲨和虎鲸都会对棱皮龟进行猎杀。之所以会被这些个大家伙猎杀，是因为棱皮龟与其他的龟类不同，它的龟壳与其他的硬壳龟不同，并非纯粹的骨头。棱皮龟的龟壳硬度较弱，看上去像是一种柔软的皮革。也正是因此，大白鲨以及虎鲸这些捕食者完全可以咬得动棱皮龟的龟壳，因此这个大家伙时不时的就会遭到大白鲨的袭击。还有就是由于其生活在一些较深的水域，人们想要深入了解的难度相对较大，以至于它们的寿命究竟有多长，至今为止人类仍未得知。据估计应该超过了100年。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